现在的疫情还是没有稳定下来，经济活动还没有恢复，各国的政府都在用印钞票的方式来救市，会不会造成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呢？我的投资组合要如何因应呢？嗨，你好，我是澳洲奶爸的小范。刚才的问题你是否曾经担心过呢？今天想和你聊聊的就是钱变小了，通货膨胀怎么办？对抗通膨的 ETF VTIP。如果你对投资理财、资产配置和被动收入有兴趣的话，请记得按下右下角的订阅还有小铃铛，并且选择全部通知，就不会错过我所有的影片哦。好，那我们开始吧。因为一开始提到各国的政府它不断的救市，所以现在的资金呢到处流来流去，利率变得非常非常的低。如果呢在这个时候呢还在觉得要现金为王，就可以明显的感觉到现金的价值好像正在下降，因为产品的价格呢开始在上升了。这个时候有人会说呢，都把钱呢投入股市，因为股市呢它会真实的反映价值。如果钱太多了呢，那市场的效率就会让平均的股价自动往上升。这一点呢在理论上似乎是没有错的。但是如果把手上的现金呢全部进入市场买入股票，很多人他这个时候就会担心说，我现在入场了，在股海里面要是买错了，会不会变成别人割下来的韭菜呢？如果想要再保守一点的话，不想被股市的波动影响，又不想因为物价上涨让自己的钱变薄的话呢，有人说呢可以放银行的定存可是现在的利率非常非常的低在扣掉了通货膨胀以后在极有可能负的情况下，到底还有没有别的选择？就我所知有3种选择。第一个是美国的公债，因为它的利率呢，它是有考虑未来可能通货膨胀率的，同时呢，它又和股市又有互补的作用。美国呢，它身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违约的风险是最低的，所以呢，绝对是非常好的选择。第二个呢，就是贵金属，比如说呢，去买个黄金等等的。但是说真的，它的走势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去掌握，然后它的起伏呢，也是非常的极端。我目前呢，真的也没有去研究它，所以在这边也无法分析给大家。但是有第3种，就是美国所发行的抗通膨债券，叫 TIPS， 它的英文呢叫 Treasury Inflation Protected Securities， 所以呢简称 TIPS。在这里呢，我就只谈第3个，就是 TIPS。那它的债券呢设计是这样子的，它在发行的时候，它会设定一个本金叫 Principal， 然后还有一个固定的配息。那假设呢，它发的时候这个本金呢是100元，然后在1年以后如果物价指数它没有变，那这个债券呢当初讲它会发3%的利息的话，那如果你买了100元，那100元的本金的3%呢也就是3元。那如果在1年以后，如果物价上涨了50%，那本金也就涨了50%，也就成了150，然后这个时候再用150来算3%的，那利息就会变45元。那如果物价下跌，也就是通缩的时候，那假设下跌了50%，那本金少了50%，那本金变成了50元，那算下来的3%呢，那利息就是1.5元。这些做法让 TIPS 有一些优点，第一个就是抗通膨，通过 TIPS 的本金跟消费者物价指数是联动，它就能够避免实际上的收益呢受到通膨的影响。第二个，它就是几乎没有信用风险，因为 TIPS 是美国政府发放的，除非美国亡国，否则没有违约的风险。第3个是和股市的关联性很低。TIPS 所连接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所以呢和股票市场的联动性比较低，符合呢在资产配置里面要找关联性低的资产来做搭配的准则。而我们要买 TIPS 是比较麻烦的，这方面我也没有研究真的怎么去买到那个 TIPS。其实最方便最快的方式呢，就是买 TIPS 的 ETF。现在美股里的选项有呢 TIP、TIP、SCHP 跟 VTIP。那我个人还是建议去买 Vanguard 的 TIPS， 也就是 VTIP。它是追踪了 Bloomberg US 0到5年 ES TIPS Index， 是0到5年的抗通膨债券指数。它的手续是相当低的5%，可以用来应付呢短期之内发生的重大的通货膨胀。那前面的 TIP 还有 SCHP 呢，它追踪的指数是整体的抗通膨债券指数。它的报酬看起来似乎比 VTIP 好，我选 VTIP 的原因我稍后一起提。我们这边看一下 VTIP 它历年的绩效，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变动是不大的，赚最多就是2020年，因为美国政府大量印钞票产生的效果。那相比一下债呢，它是不是就是一种保护的效果呢？
然而如果要买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几点要注意的。第一个，不要期待高获利。这支 ETF 主要是用来应付突然发生的通膨，如果没有发生的话呢，它是不会带来高的获利的。购买 VTIP 呢，其实是要给自己的资产风险有部分的保护功能的。尤其是当你要大量投入自己辛苦赚来的钱的时候除了紧急预备金都投入指数化投资的时候放在 TIPS 的钱其实就可以当做第二预备金。第二个，和债相比更稳。长期看起来如果我用 VTIP 跟美国的债 BND 比较的话呢，BND 它除了公债以外还有公司债的部分，所以现在看起来似乎目前为止的 BND 的表现比较好但是也很明显 VTIP 的波动它是更小的。如果我看美国的公债 ETF VGIT 比较好，也可以看到似乎目前 VGIT 的表现好像也比较好，但是也很明显的 VTIP 的波动是更小的。如果呢我今天放在2020年3月开始美股发生熔断时候的表现来比较的话呢，后来因为股市呢大涨，债呢相对不好的时候VTIP 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它就开始发挥和债不一样的保护效果，而它在2020年的整年度呢会有 5%， 相信这个比所谓的现金为王的做法会好很多。第三个，可以当做长期保本的核心资产。如果要把大量的资金投入的时候，同时想要把风险分散的人，除了债以外，也许可以把债的一部分呢拿来买 VTIP， 这会让自己的资金获得更多的保障。我这里再强调一次，这里的资金呢是一种护城河的想法，不是用来买股票冲锋陷阵用的。在考虑过自己的年纪还有自己的风险承担能力以后呢，有了部分的 VTIP会让自己呢更睡得着。在我有一部影片叫《史云生的逆向投资法则》里面呢，他也有提到抗通膨联动债券作为核心资产的一部分，连他这样子有业绩压力的人都建议就不难看出这一项资产的重要性了。所以呢，结论如下 ：VTIP 呢有这些特性：第一个，有效的抗通膨；第二个，几乎没有信用风险；第三个，和股市的关联性低。投资的时候呢，只要注意：第一个，不要期待高获利；第二个，它和债相比是更稳的；第三个，它可以当做长期保本的核心资产。最后还有两件事情是 VTIP 的人为因素。第一个，联动的是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可是呢，这个指数呢是政府定的。如果政府他今天想要作弊，他就可以调整 CPI 的算法，让人民以为政府有在控制通膨的话呢，那很抱歉 ，TIPS 它就无法防止。这也就造就有人用不同国家的大麦克汉堡 Big Mac 的价格来当做一种物价指数来参考。根据 Wiki， 像在台湾呢大约是69元，最贵的呢在瑞士呢的苏黎世大约是177元。其实这也是真实的反映了各地的物价，不是吗？第二个VTIP 它是股价。因为我们购买 VTIP 不是直接买 TIPS， 所以它的交易价格呢还是股价，这里面的波动呢还是有市场的因素的。比较幸运的是，因为这个波动呢它其实不是很大，所以呢基本上是没有择时买进的问题。其实通货膨胀在短期之内看不出来但是呢长期下来其实是非常可观的哦。假设每年我用非常乐观 1.5% 的速度来看的话，100万它在20年会变成只有73万的价值。那在20年前呢，我记得我有个朋友告诉我说，他只要有2000万，他就可以退休了。也就是说，他如果到现在如果有270万的话，实际上那是他当时的感觉那意思就是说到现在要有2700万可是实际上，如果真的有2700万的话，真的就符合他当初要退休的样子吗？当时想要买的车子、房子、生活开销，放到现在，我觉得2700万恐怕是不够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规划自己的退休金的时候，除了算到退休时要有多少开销时，因为是用现在的价格来看未来的价格，保险起见很多人的建议还是要用 3% 来看，而且用 3% 来看历史还不是100%可以完全涵盖风险。有人更保守呢，他会用 4% 来计算。如果呢我今天只是用 3% 来看的话，20年后的100万它就只有54万，相当于现在54万的价值了。这告诉我们，稳定的投资和年化报酬才能战胜通膨，然后再来带来报酬，进而从报酬里面当做我们的被动收入。比如说呢，我有稳定的7%的报酬，3% 就拿来持续投入，来对付未来可能发生的通货膨胀。其实这是一定会发生，只是不知道多少或是多么突然发生而已。而4%呢，就可以安心的拿来用。如果今天是在股海里面冲撞的话，我今年赚了20%，那明年亏了8%，那第3年
我必须要赚到26%多，才能追上之前稳定7%年化报酬的成绩单。这3年里啊，指数化投资者他不知道玩了多少地方，和朋友和家人呢相处了多少时间。可是主动投资者呢，在这3年里面呢，他兴奋呢，还有担心，不知道来回了几遍，然后杀死了多少细胞，也推掉了多少和家人朋友的聚会，或是牺牲了培养自己其他兴趣的时间。当然啦，很多的主动投资者认为这是他的事业经营啊，而且经营的成绩不错啊，这个呢我都是尊重的。我也在这一部影片也提到和主动投资者价值冲突的问题，同时我也制作了说明计算年化报酬方法的影片。如果你是新来的朋友不妨试算一下到目前为止的年化报酬率，相信一定会有不同的感受。那这个频道呢，只是想推给那些专心靠自己的实力来累积财富的时候呢，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简单有效的方法来理财。那得来的财富呢，就是自己人生中努力的果实，运气的成分非常的低，带来的成就感和人生的踏实感也会非常的高。看到这里，不知道你有什么想法呢？请你在留言区告诉我吧。如果你对投资理财、资产配置和被动收入有兴趣的话，请记得按下右下角的订阅还有小铃铛，并且选择全部通知，就不会错过我所有的影片哦。我是小范，我们下次见哦，拜拜。